他们既是同乡，也是情深义重的战友。他们并肩战斗，相互协作。朝鲜战场，彭德怀和邓华如何力挽狂澜？火车失控，车毁人亡之际，是谁挽救了志愿军第19兵团？传奇中国精彩奉献，热血1950之扭转战局。从现在开始看中国，这里是传奇中国。从1950年入朝参战到1958年撤军回国，我军将领中先后担任或者代理过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这一职务的，一共有5位将军，他们是彭德怀、陈赓、邓华、杨得志和杨勇。半个世纪前，究竟是怎样的因缘际会，让这5位将军相继走上朝鲜战场？远在异国他乡，他们又留下了哪些脍炙人口的故事呢？为此，我们的摄制组在北京、辽宁丹东等多个地区采访了很多曾经在这5位将军身边工作过的老战士，制作了这样一部展现朝鲜战争历史的纪录片。在之前的节目中，我们已经为大家播出了前4集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将用4天的时间继续给您讲述彭德怀、陈赓、邓华、杨得志、杨勇这5位将军在朝鲜的故事。这里是位于北京复兴路上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，在它的4楼陈列着一幅名为《前线》的油画。画上的人物依次是：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杜平，志愿军总司令兼政委彭德怀，副司令韩先楚，第1副司令邓华，副司令洪学智，副政委甘嗣祺。他们都是抗美援朝初期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的领导成员。鲜为人知的是，这支战功卓著的团队却是仓促间建立起来的。1950年10月19日，第1批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。这支部队主要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头等主力第13兵团组成，而该兵团司令则是邓华。为应对急剧变化的战场形势，在进入朝鲜的第6天，也就是10月25日，彭德怀将13兵团指挥部直接升级为志愿军司令部，原13兵团司令邓华担任第1副司令。他们将如何扭转朝鲜战局呢？邓华这人呢，他是很有脑子，每一次战役啊，反正他都提出比较很真知灼见的意见的。1950年11月5日，入朝仅半个月的志愿军胜利结束第1次战役。联合国军在损失了1万多人后被迫后撤。而让后世专家极为佩服的是，志愿军不仅取得了胜利，还在敌人眼皮子底下成功地隐藏了自己的真正实力。当时的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甚至以为，当面之敌只不过是3万多人的乌合之众。而事实上，第1次战役以后，入朝的志愿军已经达到30万之多。才是这个诱敌深入的办法，东西两线歼灭了3万6千多人。第2次战役以后不久，志愿军紧接着又发起了第3次战役，一举攻克了汉城。中朝2国人民都陷入了极度狂欢之中，很多人都认为美帝国主义不过是个纸老虎，不堪一击。但作为前线指挥员的邓华却有不同的看法。他在一份2万多字的总结中写道：美军基本上是一个强敌。后世学者们认为，比之盲目的轻敌和乐观，邓华这样的判断弥足珍贵。邓他有文化，那第一次战役还是第2次战役完了以后，这邓人家总结就出来了，就派人专门给知道我们要入朝啊，
就送给杨森的总结就出来了。当年同在志愿军司令部工作过的杨凤安对邓华印象深刻，他很喜爱惊喜啊，所以他可以带着志愿军去一个治经济团。再一个呢，爱吃辣椒啊，你看治到死他那个什么还吃辣椒，这个什么他吃辣椒浑身是汗，他在这也还是吃什么，是不是？知识分子出身的邓华是一位公认的文武兼备、极具战略眼光的干将。他颇为儒雅的个人风格与耿直率真的彭德怀形成了互补。刚烈的彭德怀也将这位小自己12岁的老乡视作不可缺少的助手。据说，在志愿军司令部里，彭德怀批评过很多高级指挥员，对邓华却高看一眼。1965年，彭德怀来到四川成都，任西南3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，而他的老部下邓华当时正担任四川省副省长。一天，彭德怀打听到邓华的住所，非常的兴奋。当天晚上，他便和秘书景熙珍走出家门，想去拜访邓华。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，彭德怀还戴起了一个大口罩。可是走到邓华家门口的时候，彭德怀犹豫了，思索再三，他还是打消了与邓华见面的念头。这次没有实现的战友会面，让彭德怀一直耿耿于怀。他后来对自己的侄女彭梅奎说道：“走到他家的大门口，看到他在窗上的影子，我放心了，没有进屋就回去了。”在当时，彭德怀和邓华都正处于人生的最低谷，两人住处虽然近在咫尺，但在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下，却不能相互探望。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，却不能自由相见，这段史实让无数人为之感叹。1979年，邓华病重，他见到了一位特殊的客人，彭德怀的遗孀蒲安修。红卫兵去抓他的时候，把他抓到北京，他当时有预感，他就回不来了，所以他清理他的东西，把他的东西都清理好。我这个东西给谁，那个东西给谁，那个东西给谁，其中就有这个烟盒。烟盒呢，他就是写的一个纸条上写说，这个是交给邓华同志。这个烟盒呢，因为就是我爸去那个南斯拉夫访问的时候，是那个人家送给他的一个烟盒。当时呢，他回来以后，他就把这个送给彭总了。后来蒲安修就根据那彭总这遗愿呢，就把这烟盒还给我爸。后来那个我爸就拿着这烟盒嘛，就挺感动的。这对情深意重的战友命运坎坷，但历史不会忘记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创造的奇迹。1950年1月，在邓华等人的鼎力协助下，彭德怀指挥部队扭转了朝鲜战局，将不可一世的美国人赶到了37线。但这样的战果并没有让彭德怀轻松起来。他十分清楚，3次战役以后，志愿军各部队兵力和装备都损失巨大，得不到及时补充，而对手国力强大，后勤保障充分，如果他们发起反击，我军将处于十分危险的境地。很快，美国人也发现了这一情况，他们发动了前所未有的反击，志愿军遇到了参战以来最大的困难。彭德怀意识到，应该寻找更多的帮手了。在彭德怀和邓华之后，谁将出现在朝鲜战场呢？他们既是同乡，也是情深意重的战友。他们并肩战斗，相互协作。朝鲜战场，彭德怀和邓华如何力挽狂澜？火车失控，车毁人亡之际，是谁挽救了志愿军第19兵团？传奇中国精彩奉献，热血1950之扭转战局。人生自有境界不同，华灯初上，喧嚣渐隐，意兴阑珊。
录片栏目《传奇中国》，璀璨呈现。传奇从现在开始，看中国。欢迎回来，这里是传奇中国。尽管在前3次战役中颜面尽失，但是联合国军也发现了志愿军后勤保障薄弱的弱点，他们很快就发动了反击，发誓要给志愿军还以颜色。来不及休整的志愿军被迫进行了第4次战役，他们面临了参战以来最大的困难。1950年2月16日，彭德怀给毛泽东发出一封极为罕见的电报：我拟乘此间隙，遵照前电，利用月夜回中央一次，面报各项。此时第4次战役仍在进行当中，从不和上级讲困难提条件的彭德怀，却要脱离战场回京述职，足见当时形势之严峻。也就在当天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又一支生力军从丹东出发，火速赶往前线。这支部队就是第19兵团，兵团司令就是杨得志。这位年轻的兵团司令并没有想到，他会在半路上碰到那位久未谋面的彭德怀。这是一张拍摄于1950年国庆节的照片，地点是古城西安。最右边的这个人就是时任第1野战军司令的彭德怀，在他边上那一位就是时任1野下属19兵团司令的杨得志。杨得志，湖南株洲人。1928年1月参加红军时，他只是一个刚刚17岁的普通战士。6年后，他已经成为长征路上的开路先锋，红1团团长。这个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教育的将领，在解放战争时期大放异彩，即使没有攻城重武器，也一举拿下了国民党重兵防守的石家庄，开创我军攻坚战的先例。1949年，彭德怀特地将杨得志19兵团要到了自己麾下，帮助解放大西北。1950年国庆节这一天，两人正在主席台上观看西安军民组织的国庆游行。热闹声中，彭德怀明显心不在焉，谁也不知道他当时正在想什么。事实上，朝鲜战场上的形势已经引起将军们的足够重视。当时，杨得志夫人申歌君正怀有身孕，即将临盆，他特地将姐姐从湖南老家接到西安，请她照顾妻子。但朝鲜战场的急剧变化让杨得志改变了计划。他后来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：我和姐姐的感情极深，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后，我就想动员她回去，却又很难开口。但是我清醒地认识到，不要说桂四姐姐了，就是即将分娩的歌军，我也未必有精力照顾了。杨得志的担心很快应验。10月4日，杨得志将姐姐送上了回湖南的火车。第2天，一封绝密电报不期而至，这让杨得志热血澎湃。现拟部12月5日前赶到金福铁路山东兖州、泰安、藤县一线集结待命。将这封电报送到杨得志手上的，正是时任19兵团办公室秘书的杨瑞鹏。当时您把那个电报收到之后啊，您当时是直接呈送给杨得志吗？对。那他当时看完他的电报的时候，他是什么样的表情？他表示很高兴。作为深受彭德怀器重的部下，杨得志十分高兴老首长能够带自己出国作战，但他同时也明白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做好战士们的工作。在当时，19兵团和绝大多数解放军部队一样，他们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再是打仗，而是生产。部队都分散了，一个军修铁路，一个军呢在宁夏，一个军呢就是在上了这个就陕北，就开荒种地，搞生产。根据中央军委的安排
杨得志的19兵团作为第2批入朝参战的部队，于1951年2月中旬抵达了丹东。这张气势雄伟的照片是志愿军赴朝参战的标志性作品。很多人的潜意识中都将照片上的志愿军当作了首批参战部队，可实际情况果真如此吗？经过一番努力，我们终于见到了这张照片的拍摄者，原19兵团64军摄影组长黎明。搞战地摄影，从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，我是战地记者，跟着部队冲锋打仗啊。1951年2月中旬，黎明随部来到了丹东。作为一个战地摄影记者，他经历了生命中最为难忘的几天。到部队下去给他们采访，那多数认识我。他说了：“黎明同志，你给我们照个相吧，趁我们在咱们中国国土上照相。如果我们回来了，我们回不来，你都做个纪念。我们又回来了，你把照片给我们。” 2月16日下午，黎明奉命来到了丹东市郊马连城。16号下午，就是整个全军嘛，呈2路纵队，急行军的速度，前头刚踏上那个这个朝鲜的三山的江山，这后尾还咱们国土上为前进的，在这个9月上，我按的快门。这张照片不久后被刊登在解放军画报上，广为流传。杨得志没有料到自己的部队竟首先以这样一种方式载入了史册，而更让他没有想到的是，一过江，他和19兵团指挥机关所乘坐的火车竟然失去了控制，车毁人亡的悲剧眼看就要发生。关键时刻是谁拯救了志愿军19兵团？在中国，什么是传奇？是主宰命运的英雄，是天地变色的瞬间，是无法磨灭的记忆，是令人神往的秘境。寻找最佳角度，延长你的视线，传奇从现在开始看中国。辽宁丹东鸭绿江断桥，62年前，这座连接着中朝两国的桥梁，承担着绝大部分志愿军后勤物资和人员的输送任务。1950年2月16日，杨得志率19兵团指挥机关乘火车从这里过江。当时，身为兵团办公室秘书的杨瑞鹏等人也在这趟列车上。为了防空，当时的运输只能昼伏夜行，这趟载有19兵团指挥机关的列车也不能例外，只能等天黑才可以出发。没想到危险不期而至。结果的时候吧，火车从后边过来，它有一段一段的嘛，要接上。这一挂钩的时候呢，把我们这个车就给顶跑了，就顺着下去。这我记得很清楚。5分钟跑了8华里。朝鲜翻译，他先发现了，他就喊叫的时候他就说不清怎么回事，因为首长正在研究情况嘛。警员们就说：“你别嚷，你老实待着。”那个向导的时候呢，一看没办法了，弄一个大衣，一个头一蒙在那个车角上就一蹲，那不敢说话的，就等着撞吧，就是。结果呢，都快到定州了，人家定州车站上一个员工，哎，这发现这个怎么没有车
车头啊，这呼出快，再往前走啊，前面就是这个大炸弹坑，有他妈好几米深的大炸弹把那个车炸断。如果这个栽在这儿得，那你这我们整个的这个十几兵团的指挥机构全完了。结果人家那个员工看到以后，就把这道岔一搬，因为你一前走就栽到坑里头去了，不是？一转弯加上车上那个制动，哎，一转弯减速了，结果咔噔停住了。哎呀，好险！挽救了整个19兵团的是一位在战火中失去亲人的朝鲜少年，这给杨得志留下了深刻印象。他救了我们这个19兵团机关这一车人的这个性命，所以赶快就叫那个警卫员说快给他拿一些吃的，就送给他好多吃的。那小孩是很爽快就接过来了。经过几天急行军，他们到达指定宿营地。也就在这时，彭德怀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，同意他回京述职。当天，彭德怀立即启程，他特地选择了经过杨得志驻地的路线。到19兵团，到19兵团呢，他都交代了，说是将战场上的情况几次打的，最后将来还要发动第5次战役你们要打这场硬仗。杨得志后来回忆道，如果说入朝以来我们已经真切地感到了血与火的召唤，那么彭总的到来给我们增添了奔向战场的巨大力量。我们等待着第5次战役，等待着19兵团入朝后的第1仗。与此同时，还有一位充满着传奇色彩的将军也在期待这次大手笔。那么他又是谁呢？刚才我们讲到，杨得志率领第19兵团进入朝鲜，不想在赶往前线的路上，他与老乡兼上司彭德怀不期而遇了。据说彭德怀告别杨得志回到丹东之后，送他飞往北京的专机就是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图2轰炸机。其实包括杨得志在内，很多人当时并不明白彭德怀为何会在这个时候回国。要知道第4次战役当时正在进行啊，身为统帅的彭德怀怎么能够脱离指挥岗位呢？北京某军事单位干休所，今年87岁的杨凤安在这里安享晚年。这张照片拍摄于朝鲜。1950年，26岁的杨凤安调任彭德怀军事秘书，后随彭德怀入朝参战，参与了整个朝鲜战争过程。就吃这个呢？平常那个杨老在家里就吃这些吗？是啊。他什么都吃，五谷杂粮不挑食，这也吃。这是五谷杂粮啊，就吃这个。怎么？这些都是一点火腿，然后一点咸菜，就拌点菜啊，就吃这个。这个是玉米的，玉米面我经常来吃。菜团子。您是不是也受到了彭总的影响，过得比较朴素啊？我说您是不是也跟彭总一样，受他的影响太深了？朝鲜战争停战协议签订后，杨凤安进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，后离开彭德怀工作。让杨凤安遗憾的是，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让他再也找不回他和彭老总的那张合影。老说彭总那人真好，对这战士不是关怀。有时候看那战士那东北那部队净下雪冷，有时候站岗了，一看他们真给他们拿面线。1951年2月20日，第4次战役如火如荼，杨凤安却接到了陪彭德怀回国的命令。一向靠前指挥的彭德怀为何要在此时回国？杨凤安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知情者。我跟他回来的这事，回来以后他是这样，他说，我说发个电报，他说这个事情发电报说不清楚，
了解，实际上那时候中央领导啊，也认为可以打下去，美帝国主义不是什么了不起，也有这么个思想，所以都实际上解放军那个志愿军战士已经够劲了，打那样，是不是？所以他才回来向毛主席面陈。回来以后，他讲了这个朝鲜情况以后，这毛主席再给他讲话：能速胜则速胜，不能速胜则缓胜。不能速胜则缓胜。毛泽东的表态让彭德怀如释重负。他要求中央能够在物资和人员上给予朝鲜战场更多的支持。为此，周恩来召开军委扩大会议，专题讨论。这些兵种都提出他见一些困难，彭总就发了火了啊！这么困难，那么困难，莫非比朝鲜战场困难吗？你们到朝鲜去看看啊！死伤的、饿死的、冻伤多少人呐、那都是年轻的娃子，您不是吗？这么一拍桌子一声，所以他很快东西是这个建设，那个建设也很快落实了。建国初期百废待兴，现在还要承担着花费巨大的战争开支。对于国内的困难，彭德怀不是不明白，只是前方战场的形势已经不允许他有丝毫犹豫。就在他回国的那一天，一直慌不择路向南溃逃的联合国军，像是换了一个人，竟然向北发起了反击。这场反击的导演者是一直被西方军界视为传奇的李奇微。不久前，第8集团兵败如山倒，集团军司令沃克竟在撤退途中遭遇车祸，意外死亡。李奇微临危受命接管部队。奇微是一个非常重视细节的人，他研究出了我对面的战壕里的中国军队的战法到底是什么。所以说，他就说，当中国军队进攻的时候，不要跟他打，一天退30公里，一天退30公里，一直到退到第7天。等对到第7天的时候，大规模反击。为什么？他知道了中国军队携带的装备、弹药、粮食等等这些东西，只能维持7天。一点来讲，对中国军队来讲是致命的。在李奇微的强大攻势下，志愿军指挥员忍痛下达了撤退的命令。白天没行动自由啊，那个汽车白天不能走啊。白天这个粮食粮大运不上来，可是敌人可以依托他的下带好装备、机械化、摩托化，是吧？人家很快就得到了补充，也得说很快他失去的战斗力就很快就得到了恢复。面对朝鲜战场的严峻局势，北京决策层又将做出怎么样的决定？谁将临危受命奔赴战场？明天同一时间，请您继续留意《热血1950之山雨欲来》。